莫斯科凌晨2次爆炸，泽连斯基正在不惜榨干乌克兰最后一滴鲜血。大家好，我是肖印华。从俄乌冲突爆发伊始，俄罗斯边境的防空问题始终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不说克里米亚靠着太近，动不动就被袭击，哪怕是距离俄乌边境有600多公里的莫斯科郊外，也曾出现乌克兰无人机的影子。然而就在眼前，莫斯科市内的2次爆炸却把当前局势上升到一个本不应该出现的危险高度。综合参考消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在当地时间24日凌晨4点左右，莫斯科市市区出现了2次爆炸事件。经过调查，这是基辅政权利用2架民用无人机改装后，对莫斯科市区的设施进行了袭击活动。而随后，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文称，2架乌克兰无人机被电子战装备压制后坠毁。这次乌克兰的袭击造成了2栋非住宅建筑的损坏，所幸无人员伤亡。坦率地说，这件事情非常的离谱，也暴露出了俄罗斯当前的防空具有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这已经不是莫斯科第一次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早在5月3号，克里姆林宫就已经遭遇过2次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很快，莫斯科对市内无人机展开了禁止令，没有莫斯科市政府特别批准，禁止在市内使用无人机。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莫斯科禁止飞行无人机，那么这一次在7月24号出现的乌克兰无人机，是一路穿过了俄罗斯的边境防空网呢，还是由内鬼带进了莫斯科，从而造成了这次袭击呢？如果是前者，意味着俄罗斯至今没能找到有效侦测低空飞行目标的办法，也代表着未来乌克兰北约集团将会持续采取这种方式对俄罗斯本土制造袭击破坏。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即便是战时状态多次遭到袭击的情况下，依旧无法有效执行禁止令和安全检测。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内政治理上恐怕漏洞百出，一旦战争烈度升级，这个问题很可能严重拖累俄罗斯。说完了俄罗斯这一块，我们再把视角转到乌克兰。乌克兰这一次的袭击，从地点上来看，基本属于随机攻击。一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共青团大街上的商业大楼，另一架无人机呢，则袭击了莫斯科利哈乔夫大道上的商业大楼。坦率地说，将平民卷入战争的后果，就是战争会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相互报复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如果乌克兰以国际力量来执行恐怖袭击，意味着俄罗斯同样也可以不再照顾到对方的底线，或者说俄乌冲突从原本的去军事化变成了决一死战，从局部冲突变成了全面战争。现在乌克兰这种无差别式的袭击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基本上属于北约的战略目的，不惜榨干乌克兰最后一滴血。我个人觉得这还是北约集团在这段时间内部对于长期的援乌有些不满。这一次北约峰会，泽连斯基也是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是被孤立了，而美西方集团已经侵吞了大量的乌克兰国有资产和民生行业，现在没有更多的利益可图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想要抛弃乌克兰的倾向。在抛弃的边缘，泽连斯基团队想要自救，其实也就无非是扩大战场，让冲突的烈度升级，让西方不得不进行的援助将战线持续维持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